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宏恩老师。上次的教学，我们讲到如何去设定 SQX 使用者的环境，然后配合你的电脑，尽量做到最不影响电脑运作，而且不会让 SQX 宕机的设定方式。今天我们这堂课要来带大家看的是整体 SQX 的一个使用界面。好，我们首先来看到上面的这一个画面，就是 SQX 你打开之后它的一个画面。其实 SQX 它整个画面呢，它就已经告诉你工作的流程应该要如何进行。在首页的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叫做 Getting Started。Getting Started 它主要是要告诉你它的一些教学影片还有它的开发的简单的设定，比如说你想开发外汇，想开发期货，或者是想开发股票的选股系统，这些在 SQX 本身它都让你知道说它是有资源的。它也会告诉你新版本里面有哪些功能你可以从这边点选来去进行观看。底下的教学影片全部都是英文，所以如果你本身英文程度不错的话，我会觉得你可以去把它看过，这样子你对于这套软体在试用上面你就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老师为什么在一开始会跟同学讲说它整个软体的编排其实就是你的工作流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如果我们跳过 Getting Started 来去看往下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第一个选项叫做 Builder。Builder 就是我们在英文里面的建立的意思。那建立是建立什么呢？当然就是我们建立策略。SQX 它建立策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随机性的组合，一种是遗传演算法。我相信很多人对于什么叫遗传演算法，它应该是没有概念的。那随机性的组合你就比较好理解，比如说你今天在 SQX 勾选了很多我们常用的技术指标，举例来说，可能你勾选 KD， 勾选 RSI， 勾选 MACD， 好，你勾了这三个，那它就会用随机性的组合来去告诉你，当你同时使用这三个指标，或者是选择性使用的时候，它可以组出什么样的交易策略。那这个交易策略它组合出来之后，它会拿到你准备给它的历史资料来去进行历史回测。它在回测完之后，它就会知道这样子的随机组合逻辑它能不能够赚钱。如果可以赚钱，它就会按照你的标准把策略留下来。如果没有办法赚钱，也就是它不符合你对策略要求的标准，那它就会自动剔除。然后你可以去设定你希望它产出多少支的策略放在你的策略库里面。等到你的策略库有了这些策略，譬如说100支或1000支，你有了1000支，你透过 Builder 的这个功能去建立了1000支策略。下一个步骤，你就可以去对这些已经产生的策略做更细的分析跟测试，那就会进入到第二个 Retest 的这个选项。这个 Retest 的页面其实跟 Builder 的页面唯一的差异只在于它不会有策略的产出，它是纯粹的做测试。那为什么它会这样子分？因为有的同学你可能会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在 Builder 的时候，我建立好了1000支策略。那我 retest 的时候，我想要去做多市场测试啊，我想要去做蒙地卡罗测试，我想要去做滑价的测试，甚至于不同的 time frame 时间框架的测试，我都可以在 retest 这边来去进行。好，所以他已经告诉你，先 build 建立策略，建完策略之后再去做 retest。retest 完之后，相信这1000支策略一定有一些会被淘汰。有一些可以留下来，那比如说我留下来了，剩下20支，那这20支策略你真的就可以使用吗？不一定，所以它就会再多一个步骤，叫做 optimizer 优化。好，它告诉你，既然这20支已经经由 retest 通过了，那代表它至少可能有80%以上的几率是稳定的。那在稳定的策略情况之下，如果我透过优化来去进行它的一个参数调整，或者是推进分析，它是不是一样能够维持这么稳定呢？你就可以从这边 optimizer 下去进行。等到你 build 建立完 ，retest 测试完 ，optimizer 也优化完之后，下一个步骤，你拿到的策略或许1000支的 build，剩下20支 retest。
过了优化之后，有15支是有机会的。那你这15支策略就会面临到一件事情：我15支策略都要上线吗？还是我15支里面有几支是可以上线？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在心中都有一个问号，因为你一定不会去思考到，当我有15支策略，我本身的保证金是足够的吗？如果15支策略全部都进场，那我准备的钱是够的吗？这个问题是你要去思考的。所以 SQX 本身它多了一个 Portfolio Master 的功能，这个 Portfolio Master 就是在帮助你去从这15支策略里面找出哪些策略它可能相关程度比较高。举例来说，这15支里面可能有2-3支，它的进出场点位，包含它的获利金额跟亏损金额，同时的持仓的状态，其实都非常接近。都非常接近的情况之下，当你把一笔资金分配给这2到3支很相似的策略，其实你可能等同于在交易一支策略而已。所以透过 Portfolio Master 的功能，它可以在建立投资组合的过程，让你先去预先设定一些过滤条件。这个过滤条件就是帮你排除高相关性的策略。如果你的策略之间相关程度很高，那它就不建议你同时去执行，或者是把一笔资金运用在这些太相似的策略上面。因为我相信很多同学在过去的观念都只有使用策略去交易，而不是使用投资组合去交易。所以当你用了 SQX 这套软体，你要有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的交易不是看每一支策略单独自己的表现，虽然每一支策略单独自己的表现很重要，可是我们更看重的是它整体来讲，整个投资组合里面所有的策略的综合表现是什么。然后我们希望透过投资组合中的低相关性，让这些策略彼此之间能够互补，这样子才可以做到我们的交易账户在运作的过程当中，你的净值曲线不会有太大的起伏，而是呈现比较小的波动，然后最终的结果会是把这些策略全部相加起来，让你的整个交易账户是赚钱的。Build 的产出假设1000支策略，透过 Retest 我们剩下20支，透过 Optimizer 剩下15支。Portfolio Master 跑完之后，这15支其实里面有一些相关性很高，所以我可能能用的就是10支。当我把这10支同时上线去做交易的时候，我就可以取得一个比较平滑的净值曲线，然后最终能够去享受到这些策略它的一个效益，组合上的效益。好，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 SQX 上面前面的这4个功能，它要帮你准备的东西。再来，我们往下看 Portfolio Composer， 这个是如果你用 SQX 去交易股票，那它会帮你去做同样的相关性分析，然后告诉你，你这些股票这一箩筐，你这一笔资金应该在哪些股票上面分配多少的百分比。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SQX 的界面，这边就是属于比较进阶的功能。说是进阶，但是实际上重不重要也蛮重要的，尤其是第一个 Data Manager， 这个是历史资料的一个管理中心。我们在做上面的这些 Build、Retest、Optimizer、Portfolio Master 之前，一定要先把 Data Manager 里面的历史资料准备好。这个步骤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讲3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你一开始的历史资料给的就是错的，那很抱歉，你在 build 的时候，你已经用错的资料下去产生策略，那当然你产出来的这个策略，即使通过后面的严格检定，你也没有办法用在对的市场，因为你本身的资料就已经是一个错误的资料。这个就是我们在量化交易或者是程式编写的时候，统计分析的时候，常常听到的一个名词叫做垃圾进、垃圾出。如果你今天给他的是垃圾，他就只会给你垃圾；如果你今天给他的是正确的资料，他就会给你正确的资料。这样子大家了解吗？所以 Data Manager 这个历史资料管理中心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我们后面正式课程当中第一个一定会去讲的非常仔细的地方。
那再往下，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 Custom Project。好，什么叫做 Custom Project？ 它的概念很简单。前面老师不是有讲过，我们会做 Build， 会做 Retest、Optimizer、Portfolio Master。Custom Project 就是以专案流程的角度来去建立你的专案。比如说，我有一个 Project 1，我们简称叫做 P1。这个 P1 里面就会有很多任务，比如说我有4个任务，这4个任务就分别是 Build、Retest、Optimizer 还有 Portfolio Master。这样大家了解吗？也就是你前面的这4个步骤，你可能是单独每一个选项独立把它去完成，但是到了 Custom Project， 你可以给它一个流水线，知道吗？你可以给它一个流水线，然后告诉这个流水线工作流程专案，告诉他我第一个步骤要 build， 第2个步骤要 retest， 再来要 optimizer， 再来要执行 portfolio master， 然后当你按下启动 start 钮的时候，它就会依序按照这个流水线全部去把它完成。所以它是一个建立流水线的方式。这个功能很好用，老师现在也几乎都这样用。但是这个功能有一个问题，是你要特别注意的。万一你在流水线的设定当中，你建立了4个任务，比如说你建了 Build、Retest、Optimizer、Portfolio Master， 结果你开始运作流水线的时候，你发现中间其实 Retest 的设定错了，那整个流水线跑完，你没有去检查的话，你可能拿到的东西就会有问题。所以通常老师的建议是，你在用这个 Project 专案流水线功能的时候，你最好先单独一个一个运作一次。虽然它有很多任务，但是你先一个一个任务单独运作完，先去看是不是你要的结果，确定4个任务都运作完没问题之后，你再让它把后面的开发跟检查做一次性的执行。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否则你有可能到最后你拿到的不是你要的东西。再来我们往下叫做 Argo Wizard。Argo Wizard 它可以让你根据 AI 的功能跟指示，帮你建设你心中你想要的交易策略。这个东西和上面的自动建立交易策略是分开的。你要使用 Argo Wizard， 你变成是你心中可能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我已经知道我要怎么用 KD 了，我已经知道我要怎么用均线，所以我在 Argo Wizard 这边就直接透过人工的方式来去拖曳来去设定说我的均线要这样子用我的 KD 要这样子用，我的 MACD 要这样子用这个在 Argo Wizard 是做得到的。那这个功能还可以做什么呢？当你建立完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在 SQ 去做回测。回测完，如果它真的能够赚钱，而且符合你心中所想的，你就可以把它产生成 NT4 或 NT5 能用的 EA 那你就可以挂上去做自动交易。所以 Argo Wizard 是给你心中本身已经有想法的同学，你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好，再往下是 SQ4 的 Business。这里的 SQ4 Business 你只有 Ultimate 版本才会有这个功能，如果你是 Pro 版的话，你不会有。好，包含我们前面讲的 Portfolio Master， 它在 Ultimate 版本还有 Pro 版，其实它也是会有一些功能上的差异Pro 的就比较阳春，那如果是 Ultimate 它就是完整的。好，那这后面我们都会一一慢慢去跟大家解说是什么意思。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影片，先带大家看过 SQX 它的一个基本功能，还有它的一个编排的模式是什么。这边希望大家在使用这套软体之前，对于这个 SQX 能够先有一些初步的了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正式课程的细部教学内容，请大家用心的去学习。